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啊！我们又相聚在彩墨山水画的大讲堂了哈。今天大家看哈，这张画呢，通过2个星期的这么的完成它哈，大部分的感觉已经画好了。现在呢，还有这一点空间，就这点空间，如果是你不画它的话，你会觉得这一块空的太大，是吧？空的太大了。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前1个小时啊。就完成它，但是在完成它的时候，有可能因为这张画的这个尺寸基本上它是一半一半多一点点，但是我的这个就是我这原作的尺寸的话，它是一半一半再加一半差不多再加一半，都还要再长。为什么呢？因为天安门城楼在这个悬挂的时候它是2种尺寸。一种尺寸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尺寸好像是3米乘6米的，最中间这个位置然后边上的话然后就是1.1米乘3.6米所以说呢，就必须把这个1丈2的这个画呀，要裁得很窄的画起来非常难画画起来非常难画。然后我们现在这张画呢，其实这个尺寸是最好的，这个尺寸它不是太长。但是它也有一定的高度，它也不是太高它比方说一般我们6尺的话我差不多裁了有不到20吧，就这么高，差不多有这么高的话然后在装裱的时候再配上框，你看边上一般会加上个10公分左右，再配框再一个10公分左右，那基本上有再加20，前后再加20的话，就1.4米、1.5米左右。你想想我们的那个现在城里的房子都不是太高，所以说我一般这是教大家画画的时候呢，都把整个的这个就把它压缩一下弄成小6尺的尺寸。大家可以不一定非要是按照自己，或者说老师是多宽，我就必须多宽。其实有个1-2公分的误差无所谓。我们学画呀，要活学活用不要怎么样呢？就说哎呀，我必须按照老师的尺寸，老师是比如说1.8米乘以82我就必须1.8米乘82，或者1.8米乘80，是吧？小6尺的尺寸呢是1.8米乘70，但是我觉得70呢就基本上是4尺的宽度，我觉得稍微窄了一点所以说我还是弄成80。感觉到更大气一点更大气一点。其实我也不按规则出牌，按照自己的喜好出牌，是吧？画画就应该是这样子的。我在创作的时候，我的地盘我做主，是不是好，现在这里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上一周呢，给大家把这边这些完成了以后现在还没有做色，就是还没有去用颜色去压它，所以显得这里还不够太突出。包括这顶上这些还是要用一点点这个颜色去把它画出来层次这些把它画出来。然后我还说了有些地方我们可以加点小树加点这个，一下子就把它的场景推得非常的远一下就可以让它无穷大这种感觉今天我会在这个位置上稍微有点改变。我们画册上的话，这里是一块山石，直接上去，这里就只有一个瀑布，是吧？然后这边有很多的瀑布我感觉我在什么地方呢？在这里我把这块山石，我把它加成什么呢？加一点点瀑布在中间穿插，加一点在中间穿插的话，跟它作为过渡，再到它这样子，反正我说画画其实就是画到一定的时候就是要去改变一下，就我们这个歌星唱歌一样的他其实在早年，他这首歌已经深入人心了，唱得非常好了，但是10年20年以后，等他再回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调子跟以前不一样了呢。其实他在改编他觉得是不是把这个调子改一下会更好？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我再回过头来，这段话其实已经很久了。我是08年上的这个天安门城楼08年这一年到目前已经15年了。
算一下好像就这几天嘞，算一下我就是4月份去画的，现在差不多也是蛮久了哈，整整15年了整整15年，等我再回过头来临这张画的时候，哎，这个有些我觉得该改动的呀，我把最好的这一面呈现给大家。好，我们现在闲话少说哈，因为时间紧，任务重我一说时间，大家都知道了。我画画，我上课的话，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真的是争分夺秒把这个时间都安排的非常紧。我们现在还是先画一点什么呢？先这个，差点主标色。这个呢是昨天我们昨天基础班学员上课的颜料，由于有盖子的话，你看我们就是基本上树木这些都可以用。这个地方，它跟我那天那个顶上画的这个颜色呢，它要深一点，因为它再进出一点，再进出一点，所以你看我这里调的都蛮深的。但是它珠标色的感觉还是要有一点，所以我这里加了不少珠标色。好，你看我们把这里画好、调好以后哈，刚刚给大家说了，我这个地方会有一些，你比方说，这里面的这些石头我们都要注意什么问题呢？都是要注意不要把它画的太清晰。你比如说，我就算这样子，我马上就会把它压下来。水分不要太多，现在水分还稍微多一点，因为要画水。比方说顶上这一点我不管它，但是一旦要跟水衔接。一旦要跟水衔接的话，我这个边缘就要画毛一点。大家看，画完了以后，不要一块死墨就把它过去，趁着鼻上没什么水分，把它干什么呢？往下拖，就得拖出这个就是水往下流的那种感觉。边缘两边都是水，边缘这些两边都把它画毛一点。这感觉就是这里一股水流下来。
实际上水分都很少，化一点以后水分没了，我们又可以再加。再往后面走的话，这后面就是雾气了，因为我这里其实留的空间留的并不是太大并不是太大，所以这里呢就不要把它画的太深，或者是这个地方它就画的太实，这里逐步叫虚开，一会儿我们可以用一点颜色呀这些去虚它。好，这里也是存在一个什么，就是存在一个跟水衔接，说什么呢？画的时候。我们这个水流下来的时候，才开始的时候呢，你可能是这个有幅度，你看才开始有幅度，但是冲着你就不要一条直线就冲下来了，这样子会很死的。怎么办呢？你看这里有幅度，然后自然下垂，自然下垂，下完垂以后，这个顺着。往里面有些石头，这些石头呢都画成水流状，到时候基本上画完以后这个把水画好以后，这个跟水完全是融洽的是融洽的。你看我们把这里画好以后，好，然后呢就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注意这边它又是比较大的一个瀑布，大家可以看画册可以看画册看了。这边也是个比较大的瀑布，这边呢，到时候看，看怎么样去再把它沿过去。这边是瀑布，然后我们这里调点颜色，因为这个山石就让它稍微再淡一点了，这里面再加一点。你看，我又加了点藤黄。加了点什么？朱标，就比刚刚那个颜色呢，又红一点的感觉又红一点的感觉。像这个鼻上的水分都不要画太多。这里我倒是画了一些线条，但是呢，我在画这个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去考虑要画这里。好，现在呢，我就觉得这个地方要给它留点空间，所以说我会把本身开始只画到这里，大家看，只画到这里的这里是瀑布。现在我要怎么办呢？延伸一点过来多延伸点过来。看，多延伸点过来，延伸过来以后，跟这边衔接。就把这上面是个平台，相当于这个平台，这个是平台山下的一些岩石。
该虚的这就虚一点啊，上面的30啊这些，你看像这些该复杂的就复杂一点，是吧？好，然后这里有好几个突出的部分，哎，这些地方就是我们干什么？就是画30突出的位置。你要想它突出，很简单，你把它这里画的比较亮一点，把它画的比较亮一点以后，哎，这个地方是凹进去的，是吧？凹进去的部分，我正好就把这里再画30画出来，大家看看，马上立体感就出来了。只需要把后面加的深一点，是吧？它这一块是不是就凸出来了？把后面加深一点以后，注意逐步过渡。好，这里是看不出什么线条，但是你不要画成一块死墨。好，然后越往前面画，哎，逐步就有线条了，你就会让别人感觉到，哦，它这个是。哎，这里是阴影部分，然后这线条逐步就出来了。好，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了，我就不要一直把这一块都画下来哈，这一块这里指到这么高，下面就是什么？就是水啊，下面就是后面这些就是水。你们怎么样能够把水跟它衔接起来呢？这又是靠近水了。靠近水的话，哎，你看我们这里就开始就虚一点，边上一定要毛啊，边上一定要毛，不要太光。你看我们现在这块是不是就很清晰？但这一块呢，突然一下没有线条也不舒服。说，哎，这里面还要隐隐约约有点线条在里面，是吧？还有点线条在里面，你才感觉到它这个，是吧？有些学员他画的画总是觉得不自然，为什么不自然呢？那就是因为在画的时候会突然一下子。你比方说，突然一下子，它这里本来是线条，突然就没线条，就是这样子反差太大，所以就不舒服。后面这里该虚的虚。好，再往后面走的话，我刚刚给大家说了，我们就是雾气跟这边衔接的一些雾气，是吧？哎，大家看，我们把这个呢就延伸过来，差不多开始这里是瀑布，把这个瀑布整体往这边延伸了。既然这边延伸了，那我这边也要整体也要把它延伸过来，是吧？但现在先听完，我们现在把顶上先画出来。你看哈，要把这个把它画出来，画出来以后，好，顶上再来一层，再来一层的话，你看，其实很简单，就直接来这么两个线条，把这个上面拉一下，是吧？拉一下以后。再看
是不是又增加了一个层面？又增加一个层面。好，把这个层面画了后，这边也是，就不要画太多。一会儿我们等把笔擦的差不多以后，再去过渡后面，把它画好。就不要怎么样呢？就不要一直都是这个这么小，这个这么小，这就不自然，是吧？怎么办呢？这里我就来一块稍微大一点的。这时候笔上水分都非常少，侧锋拖线条，拖的时候，你看我们其实你看了好像我画的很简单，但是我在拖的时候，我是特别是注意它什么呢？它的疏密关系啊，这个疏密关系从哪里能够注意到呢？就是跟上面的这些突出的地方，但凡有突出的地方，我后面这里就你看就深，是吧？就比较深，这样子就把它那个层次感啊、立体感就把它画出来了。把这里画好以后，然后我刚刚说了嘛，我们这个地方再根据这个画完了以后，再调整一下，它这个再往后面的话，就自动的就把它变成了，就变成那个后面的虚的部分，是吧？一会儿我们画水的时候或怎么样，就可以把它稍微虚一下，或者我现在一会儿就可以稍微虚一下。好，我们现在再调点颜色。我们比方说，你看我都没有单独的去那个去另外调色哈，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画了以后，你看我又加一点。又加一点这个珠标色，好，把它画出来以后，这个时候这里的这个瀑布呢，它要比较小一点，这里呢，它还是要稍微大一点，是吧？它要稍微大一点，所以说我们就要想办法。刚刚说了，你看，我们看这个地方，本来我开始画到这里的，但由于我是整体的移过来的，所以这个也是跟着。跟着也是往这边移，在移的过程中，通过侧锋行笔，就画出这些山石的一些立体感来啊，也就把山石的层次啊、山石这些，你看把它就画出来了。这个留下来。
其实再往后面走的话，这个很简单，这个很简单。你在画的过程中，注意，如果开始就这么画下来，它就像一个喇叭口一样的，是吧？哎，你看我现在把它画了以后，再出来一点呢，它就不一样了，就这边叫斜的多一点，这边少一点，它就有点变化，是吧？把它画好以后，你看用侧锋来几笔，来几笔以后很简单，只需要把它拉一根线条，拉完以后，把这下面，这时候笔上都水分很少哈。你看，再来一个线条，它是不是又增加它一个层面了？啊，又增加它一个层面。我们现在呢，就要想办法把整个这一块呢，我看看啊，不行的话就把它拉过来。因为刚刚这里变化了，这里既然变化了，我就把它给退后看一下，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哎，这样子也比较协调，也比较协调。因为刚刚如果是按我之前那这样子的话哈，它这么一个过来，这么一个过来，它有点对称了。啊，现在我改变了一下。还是说了，我们画画呀，它就即便我现在落墨已经落成这样子了，我要改变都可以改变，是吧？何况还没有落笔啊，只是铅笔稿啊，大家就不要说，哎呀，我铅笔稿都已经画了，我还就不能改了，没有不能改的东西哈，啊，因为我还说了，这个世界上啊，他好多人都说了，哎呀，你特别是有些在抖音上啊这些哈比较无聊的一些人。啊，你有本事画一模一样的2张画，我为什么要画一模一样的2张画呢？啊，我们这个是这个画，那就最好就是世界上仅此一张，不是多好啊！